30分钟听完一本书，今天我们聊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宝藏，叫智囊全集。但在聊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件事，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人学历不如你，资源不如你，背景不如你，甚至起步比你晚了好几年，但每次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总能4两拨千斤，把死局盘活。而你呢，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按部就班地走每一步棋，结果到最后一步被人轻轻松松截了胡。你很困惑，你很委屈，你觉得这个世界不讲道理。但我想告诉你，这不是运气的问题，也不是你不够拼的问题，这是一个认知层级的问题。你和那些人之间的差距，不在于谁更努力，而在于谁多看见了一层。什么叫多看见一层？就是别人在看棋盘的时候，你已经在看下棋的人；别人在研究规则的时候，你已经在研究制定规则的逻辑。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是可以训练的，而训练它最好的教材就藏在历史里。《智囊全集》这本书就是这样一本东西，它的作者叫冯梦龙，就是写3言2拍那个冯梦龙。这个人花了大半辈子，从正史、野史、笔记小说里挑出了1000多个真实发生过的博弈案例，编成了这本书。这本书的核心主张只有一句话：在人类社会的所有竞争里，最终胜出的人靠的从来不是蛮力，而是对人性的精准洞察和对局势的超前判断。注意，我说的不是阴谋诡计，不是耍小聪明，我说的是一种更底层的能力，叫什么？叫看穿规律的能力。你以为你在跟具体的人竞争，其实你在跟规律竞争，谁先看穿规律，谁就赢了。冯梦龙是什么时代的人？明朝末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党争白热化，官场极度腐败，土地兼并到了极限，老百姓活不下去，边境烽火四起，整个社会的秩序在缓慢但不可逆转的崩塌。用今天的话翻译一下，那是一个极度内卷、极度撕裂、极度不确定的时代。上面的人在疯狂斗，中间的人在拼命撑，底下的人在苦苦挣。每个人都闻到了危机的味道，但没有人看得见出路。冯梦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动笔的。他不是在写学术论文，他是在写生存指南。他想告诉那个时代里所有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别怕，古往今来那些真正活下来的人，那些在绝境里翻盘的人，他们不是靠运气，他们有一套思考方式，有一套出手的逻辑，而这套东西是可以学的。好，故事开始。我从这本书里挑了几个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一个一个播给你看，你会发现这些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故事，跟你今天遇到的困境惊人的相似。第一个人，晏子，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个子很矮，脑子极好，历史课本上说他机智善变，但如果你只把他当成一个口才好的小个子，那你就彻底看低他了。晏子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嘴，是眼，他看人比谁都准。智囊全集里记了这么一件事儿：齐景公手下有3个猛将，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这3位武艺绝伦，战功累累，在齐国几乎是活着的传奇。齐景公宠他们宠到什么程度？几乎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晏子看出了一件所有人都没看出来的事，这3个人已经变成了齐国最大的隐患，
他们功高震主，骄横跋扈，眼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了。更要命的是，他们已经开始在朝堂上结成小圈子，拉拢自己的势力。如果不处理，迟早要出大乱子。但问题是，怎么处理？硬来不行。这3个人武功高强，又有名望，强行动手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找把柄也难。他们在民间口碑极好，随便扣帽子只会让朝廷失去人心。晏子想了一个办法，精妙到让人后背发凉。他请齐景公拿出2个桃子赐给这3个人，规则很简单，你们3个各自说说自己最大的功劳，功劳最大的2个人才有资格吃桃，就2个桃子。3个人你品一下这个设计。公孙捷先开口讲了自己的战功，拿了1个桃，田开疆跟着讲，也拿了1个桃。古冶子一看桃子没了，他暴怒，说自己的功劳比那2个加起来都大，然后拔剑自杀了。公孙捷和田开疆看见古冶子死了，觉得自己炫耀功劳却害死了同伴，这是奇耻大辱，也先后拔剑自尽。3个人2个桃子全死了，这就是2桃杀3士。很多人看完第一反应是晏子好狠，但我想说，你只看到了表面那层。晏子真正的高明不在于他设了一个杀人的局，而在于他精准地击中了这3个人的心理死穴。这3个人是什么人？是极度自尊、极度好胜、极度看重荣誉的武人。对他们来说，死不可怕，被人认为不如别人才是真正不能忍受的事。晏子用2个桃子激活了他们心里最脆弱的那根弦，然后他们自己把自己杀死了。晏子一滴血没沾，这就叫认知降维打击。晏子没有跟他们比武力，没有跟他们比权势，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上操控了整场博弈的走向。翻译成今天的话，他做的是认知套利。他比对方多看见了一层他们的荣誉心，既是最坚硬的铠甲，也是最致命的软肋。当你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那一层，胜负其实已经分出来了。这是智囊拳击想教你的第一件事。真正的智慧不是比别人更拼命，是比别人多看穿一层。第2个人张世之，汉文帝时期的廷尉，放到今天就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这个人在历史上不算特别出名，但他干的一件事儿值得所有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反复琢磨。有一天，汉文帝出行，车驾经过中卫桥，突然有个人从桥下窜出来，惊了皇帝的马。侍卫当场把人抓了，交给张世之处理。张世之调查完，判了个罚金，就是罚钱了事。汉文帝怒了，这人差点让朕出事，你就罚他几个钱。张世之回了一句话，让汉文帝沉默了很久。他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契约，法律规定这种情况罚金，臣就只能判罚金。如果陛下因为一时的愤怒要求加重处罚，那法律就成了废纸。从今以后，天下人就不知道该怎么遵守了。汉文帝最后接受了这个判决。很多人读这个故事，觉得张世之是个有骨气的好官，没错。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讲给你听。张世之这件事背后藏着一个极其精妙的权力逻辑。他在保护谁？表面上看，他在保护那个京马的老百姓，但实际上他在保护汉文帝本人。为什么？如果汉文帝这次因为生气就绕过了法律，那就会有第2次、
第3次，每绕过1次，法律的权威就被削弱1分。时间久了，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共识，法律是可以被情绪左右的，是可以被权力随意拿捏的。到了那一天，汉文帝亲手建立的统治秩序就会从根子上开始烂。张世之看穿了这一层，所以他顶住了天子的怒火。他不是在顶撞皇帝，他是在替皇帝守住皇权最核心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汉文帝最终没有杀他，反而采纳了他的意见。因为汉文帝也不蠢，他想通了。这个故事的启示是什么？在任何组织里，最高明的下属不是那种什么都说好的人，也不是那种动不动就硬刚的人。最高明的下属是那种能够看穿上级的真实利益，然后在关键时刻说出那句话的人，上级自己没想到，但听完之后会感谢你的那句话。这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你对人性的理解胜过你的老板对他自己的理解。这是智囊全集里反复出现的一种智慧模式。不要对抗，要引导，不要争输赢，要找到那个让所有人都能下台的出口。第3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整本书里最让我脊背发凉的。主角叫赵普，宋太祖赵匡胤的宰相，宋朝开国第1功臣。历史上有句话叫半部《论语》治天下，说的就是他。但今天我不聊他读书的事儿，我要聊的是他在权力场里的一次极限生存操作。背景是这样的，赵匡胤死了，继位的不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弟弟赵光义，也就是宋太宗。这中间有个千古谜案叫烛影斧声。赵匡胤的死疑点重重，很多人怀疑是赵光义下的手，这个我们不展开，我们只说赵普当时的处境。赵普是赵匡胤的铁杆心腹，新皇帝上来了，他的位置极其微妙，他是前朝的核心重臣，功高震主，手里握着大量机密。对新皇帝来说，这种人只有2种处理方式，要么彻底收服，要么彻底消灭。赵普怎么选的？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料到的事，他主动向赵光义呈上了一份密奏，内容是关于金匮之盟的。什么是金匮之盟？据说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临终前要求赵匡胤立下誓约，皇位先传弟弟赵光义，再传另一个弟弟赵廷美，最后再回到赵匡胤的儿子手里。这份盟约据说被锁在了金匮之中，但这份盟约到底是真是假，历史上争议极大。而赵普是这份盟约唯一的见证人。你听懂这意味着什么了吗？赵普用这份密奏完成了一件极其精妙的事，他给了赵光义一个最完美的合法性证明，赵光义的继位在天下人眼里是有疑问的，是来路不正的。但赵普站出来说，不，这件事是有先皇母亲遗命的，是合法的、正当的。这一下，赵光义对赵普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赵普从一个潜在的威胁，瞬间变成了赵光义最重要的政治资产。他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命，还重新回到了权力的核心圈层。但故事还没完，更厉害的是，赵普在递上了这份政治大礼之后，并没有就此收手。他利用自己重新获得的特殊地位，在朝堂上重新布局，把曾经打压过他的政敌一个一个清理出去。他用一份真假难辨的历史文件，完成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第2次起飞。这个人太可怕了。他的可怕不在于心狠，而在于他对权力本质的理解比任何人都透彻。
他看穿了一件事，在权力游戏里，你最核心的资产不是你的功劳，不是你的才干，而是你的不可替代性。你手里有别人没有的东西，你就有价值。你没有了，你就是一颗弃子。赵普在最危险的时刻，用一份独家信息重新定义了自己的价值。翻译成今天的话，他做的是核心资产的精准变现，在最关键的节点上，把手里最值钱的筹码换成了他最需要的东西——安全和权利。但我必须承认，这个故事同时也让我感到一种很深的悲凉。赵普这一辈子功勋卓著，才智过人，却不得不把大量的生命能量消耗在这种刀尖上跳舞的游戏里。他不是不知道这样活着累，他只是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残酷，也是所有时代的残酷。当游戏规则本身就是丛林法则的时候，你要么学会在丛林里活下去，要么就等着被吃掉，没有第三种可能。第四个故事，我想专门讲给一类人听，就是那些在职场上明明很努力、很拼命，却总是得不到认可，感到委屈、感到迷茫的人。主角叫邓艾，三国时期魏国的名将。这个人的前半生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逆袭传奇，后半生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悲剧。邓艾出身极低，年轻时候就是个放牛的，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没有人脉，甚至因为严重口吃，连开口讲话都费劲。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成了灭蜀的主帅，完成了三国末期最不可思议的军事壮举，偷渡阴平，直取成都。但今天我不讲他打仗的事儿，我讲他年轻时候做的一个选择。邓艾年轻时在屯田系统里做最底层的小吏，就是管农业生产的基层人员。他的上司完全不重视他，觉得他一个放牛出身的结巴能有什么前途。但邓艾在这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做了一件大多数人不会做的事，他开始认真研究整个屯田体系的运行逻辑，研究水利工程，研究土地开垦的效率，然后写了一份极其详尽的政策建议书，提出了一整套改良方案。接下来他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绕过了所有的中间层级，直接把这份建议书递到了当时的最高决策者司马懿手里。司马懿看完大为震动，立刻召见了邓艾，从此开始重用他。很多人讲这段历史只是感叹邓艾有才被伯乐发现了，但我想说这里面有一个更深的逻辑。邓艾做的这件事本质上是一次精准的自我定位和赛道切换。他非常清楚，在一个论资排辈的体系里，靠正常的晋升通道，他这辈子不可能出头。因为他的出身，他的口吃，他没有任何靠山，这些东西会在每一个晋升关口把他卡死。所以他必须找到一条绕过这些障碍的路径。他找到的路是用极致的专业能力直接触达顶层决策者。他不是在走后门，他是在重新设计自己的竞争赛道。在原来的赛道上，他永远赢不了那些有背景的人。在新赛道上，他是唯一的参赛者。这就是智囊全集反复传递的一种思维。当你在现有规则下怎么都赢不了的时候，不要死磕，要换一个游戏。但这个故事有后半段，而且后半段比前半段更值得深思。邓艾后来灭了蜀国，立下不世之功，但他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失控了。
他没有等朝廷的指令，擅自以天子的名义封赏蜀国旧臣，给自己搞了各种僭越的排场，然后他被人弹劾，被押解回洛阳，在路上就被人杀了。一代名将死得极惨也极冤。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邓艾在生存这件事上只学会了上半场，没有学会下半场。上半场是如何在逆境中突围，如何找到自己的差异化优势，如何让关键人物看见你。下半场是当你成功了，当你站在高处了，如何管理自己的边界，如何在权力的游戏里保持清醒。邓艾在战场上无敌，但在权力的场域里，他是个婴儿。他以为立了大功就可以随心所欲，他忘了一个铁律，在任何组织里，功劳越大，你就越危险，需要你小心的地方就越多。他的悲剧不是能力不够，是认知不够。这是智囊全集里最让人心疼的一类角色。他们有才华，有勇气，有冲劲，但就是差了那么一点对人性和规则的理解，然后在最后一步亲手把自己送进了万丈深渊。这样的人古往今来数不胜数。我们换一个方向，接下来讲一个女人的故事。智囊全集里有一卷叫《闺智》，专门收录女性的智慧。可能有人会觉得古代女人的智慧不就是贤良淑德那一套吗？大错特错。冯梦龙收在这一卷里的故事，很多主角放到今天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顶级的战略家。我讲其中一个，主角是汉朝的冯婕妤。有一次汉元帝带着后宫嫔妃一起去观看斗兽表演，突然一头熊从围栏里挣脱出来，朝着皇帝的方向猛冲过去。在场所有人，包括那些武装侍卫，都被吓得四散奔逃。只有冯婕妤迎着那头熊冲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皇帝前面。侍卫们这才回过神来，把熊制服了。皇帝大为感动，从此对冯婕妤的宠爱远远超过其他嫔妃。很多人讲这个故事说她是真爱，没问题，可能是真爱，但我想换一个视角。冯婕妤面对的是什么竞争环境？后宫成百上千个女人争的是一个男人的注意力，每个人都在使出浑身解数，用美貌，用才艺，用心计，用眼泪，用各种各样你能想到的手段，试图在皇帝心里占一个位置。这种竞争的内卷程度超乎想象，而且在这种竞争里，你用的手段越普通，就越容易被遗忘。冯婕妤做的事本质上是一次极其精准的差异化竞争。在所有人都在跑的时候，他选择了冲上去，就这一个动作，完成了其他人用一辈子都完成不了的事，在皇帝心里刻下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情感印记。你可以说这是真情流露，也可以说这里面有策略的成分。但我觉得在那种极端情境下，真情和策略之间的分界线本来就是模糊的。真正的高手从来不把感情和理性对立起来，他们的真情本身就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冯婕妤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不是要勇敢，它真正教给我的是，在任何高度内卷的竞争环境里，你要思考的核心问题不是我怎么比别人做得更好，而是我怎么做一件别人根本不会去做的事。前者是在内卷里越陷越深，后者才是真正的破局。这个道理拿到今天的职场里、创业圈里，一字不改都能用。继续，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一种更复杂、更深沉的智慧，
主角是诸葛亮。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诸葛亮的故事都被说烂了，但我今天不讲空城计，不讲草船借箭，不讲那些你从小听到大的段子。我要讲的是诸葛亮在智囊全集里呈现出来的另一面，他对人心的精准把控和他在绝境之中的战略定力。书里记了这么一个细节，诸葛亮在世的时候，有人向后主刘禅告状，说诸葛亮专权跋扈，把持朝政，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刘禅怎么处理的？他直接把告状的人发配到了边疆，然后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诸葛亮。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政治信号。刘禅的潜台词很明确，我信你，我不听那些挑拨离间的话。那诸葛亮的反应呢？他没有感激涕零，没有写万言表忠心，也没有趁机扩权，他做的恰恰相反，变得更加谨慎，更加克制，把权力的边界画得更加清晰。为什么？因为诸葛亮看透了一件事儿，在权力结构里，信任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刘禅信你，不代表明天他还信你，而且越是被高度信任的人，越要加倍小心，因为信任的背面是依赖。当一个人高度依赖另一个人的时候，他内心深处会同时滋生出一种恐惧，万一这个人有一天不在了呢？万一他背叛了我呢？这种恐惧平时看不见，但会在某个节点突然爆发，转化为猜忌和清洗。历史上太多功臣就是这么死的。诸葛亮是极少数能清醒看穿这个循环的人，所以他用一生的谨慎去维护那个脆弱的平衡。他不是不想要更多的自由度，他是知道一旦越过那条线，他会死得更快。这是一种极其成熟、极其冷静的政治智慧，但同时这也是一种极其悲凉的活法。一个人把全部的才华、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到一个他心里清楚注定走向衰落的政权，他辅佐的主君并不特别出色，他面对的国力差距几乎不可逾越，他知道北伐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出征。为什么？因为他做过承诺，因为他是诸葛亮。有时候我觉得诸葛亮的悲剧不是智谋不够，而是他太清醒了。他清醒地看见了所有的问题，清醒地预见了最终的结局，然后依然选择了那条最难走的路。这种清醒是一种极致的痛苦，也是一种极致的高贵。读懂诸葛亮，你才会理解，有些人的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而是因为一旦放弃，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智囊全集里最沉重的一种智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不是愚蠢，这是一种超越了利弊计算的精神力量。我们再讲一个，这个故事我想讲给所有在职场上或者在生意场上遇到过强势对手，感觉被人压着打的人。主角是蔺相如，完璧归赵你肯定知道，但今天我不聊那个。我要聊的是蔺相如跟廉颇之间的那段博弈。廉颇是赵国的顶级大将，军功赫赫，在军队里威望极高。蔺相如是文臣，靠出使秦国的外交胜利被封为上卿，地位反而比廉颇还高。廉颇极度不服，公开放话，我打了一辈子仗才有今天的位置。蔺相如一个靠嘴巴上位的，凭什么压我一头？我要是碰见他，一定当面羞辱他。蔺相如听说了这件事儿，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开始刻意回避廉颇。上朝的时候，廉颇在，他就找借口请假。
出门的时候，远远看见廉颇的车队，他就命令自己的车绕道走。他的下属们看不下去了，跟他说：“您这样躲着廉颇，也太丢人了吧。”蔺相如回了一句话，一下子把局面的本质点透了。他说：“秦国之所以不敢轻易进攻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廉颇两个人同时在。如果我和廉颇内斗起来，两败俱伤，秦国就有了可乘之机。我回避廉颇，不是怕他，是因为在我心里，国家的安危排在个人的面子前面。”廉颇后来听到了这番话，极度惭愧，袒露上身，背着荆条去蔺相如府上谢罪，两人从此成为生死之交，这就是将相和。很多人讲这个故事，强调的是蔺相如的胸襟和廉颇的知错能改，没错，但我想说一层更底层的东西。蔺相如的高明在于，他对面子这个东西有一种超越普通人的认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面子是必须捍卫的，有人挑衅你，你不还手就是软弱，就是没尊严。但蔺相如的认知完全不同，他的逻辑是，面子是手段，不是目的。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赵国的安全，是自己政治地位的稳固，是一个能够持续发挥价值的外部环境。廉颇能帮我实现这些吗？能。那我为什么要为了一时的面子去跟他对立，把这个对我最有利的环境亲手搞坏？这种思维放到今天的职场里极其稀缺。绝大多数人被攻击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还击，还击让他们感觉舒服了，但往往把局面搞得一团糟。蔺相如的做法是先忍，让对方自己生出惭愧，然后主动来和解，这个结局比硬刚好100倍，因为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位置，还白赚了一个死忠盟友。这就是忍字在智囊拳击里的真正含义。忍不是软弱，不是没有底线，忍是一种战略性的克制，在你完全有能力反击的时候，选择不反击，因为你算清楚了，不反击能拿到更好的结果。这种克制需要极强的自我认知，需要对局势的精确判断，需要把自尊心压到最低点，把目标感拉到最高点。大多数人做不到，因为他们的自尊心太强了，强过了他们的目标感。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没被欺负，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然后在那场真正重要的战争里输得一塌糊涂。我们再往下走，接下来这个故事是关于士这个字的。智囊全集里花了大量篇幅讲一个东西，趋势就是那股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大力量，顺着它走，事半功倍；逆着它走，粉身碎骨。我讲一个具体的案例，主角是商鞅。商鞅变法你肯定听过，但我要聊的是他在推行变法之前做的一件小事。他在秦国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木头，然后张贴公告，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没人动。所有人都觉得这么简单的事儿给这么多钱，肯定有诈。商鞅把赏金提高到50斤，终于有个人半信半疑地走过去，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当场兑现了50斤，一文不少。这件事儿在整个秦国炸了锅，然后商鞅正式宣布推行变法。表面上看，这叫立木建信，是在建立政府的公信力。但深一层呢，商鞅做的是一次精准的认知预热。他非常清楚，变法最大的阻力不是那些摆在台面上的反对派，而是普通人对新规则是否可信的怀疑。在一个规则长期不稳定、
朝令夕改的社会里，老百姓对任何新政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信。商鞅用一根木头和50斤做了一件事儿，他用最简单、最直观、最不可能作假的方式，向所有人证明了一个命题规则是真的。说到做到，有了这个认知基础，他后面推行的所有复杂法令才有了落地的土壤。这个逻辑拿到今天的商业世界里完全适用。你要推一个新产品，要建一个新品牌，要在一个陌生市场里打开局面，最难的那一关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建立信任。信任是一切交易的前提，而建立信任最快的方式不是说的天花乱坠，是做一件小事做到极致，让人亲眼看见，信任就有了，然后你才能做更大的事儿。这就是立木见信背后的商业哲学。但商鞅的结局同样让人唏嘘，他变法成功了，秦国因此从一个西垂弱国变成了虎狼之邦，但他本人最后被车裂处死。为什么？因为他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者。当支持他的秦孝公一死，那些被他动过奶酪的人立刻反扑，把他碎尸万段。但讽刺的是，他死了之后，他的法令没有被废除，他打造的那套制度继续运行了下去，最终帮助秦国吞并6国，统一天下。他的制度活了下来，他的人死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凉？他用一生的心血替别人打造了一个帝国，自己却成了这个帝国崛起路上的一块铺路石。历史上这种人太多了，他们有智慧，有担当，有推动世界往前走的能力，但他们疏忽了一件事儿，在任何变革中，推动变革的那个人往往就是最危险的那个人。因为你在撼动旧秩序，旧秩序里的受益者永远不会感谢你，只会恨你入骨。这不是说变革不该做，而是说做变革的人必须同时学会保护自己。商鞅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了事业上，完全忽略了自身的政治安全，这是他最大的失误，也是他最深的悲剧。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跟前面几个都不一样。前面那些主角要么是宰相，要么是大将，要么是政治家，这最后一个是一个起点比谁都低的普通人，他叫苏秦，战国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年轻的时候出门闯荡，想凭自己的学问在诸侯那里谋个位置，结果呢彻底失败，一无所获。他回家的时候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狼狈到了极点。他进了家门，迎接他的是什么？他的父母懒得搭理他，他的妻子连头都没抬，继续织布，他的嫂子不给他做饭，家里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里只有2个字：嫌弃。这种冷遇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大的羞辱。苏秦没有爆发，没有跟谁吵，也没有自暴自弃。他做了一件事儿，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书，从头开始读，读到深夜实在困了，他就拿锥子扎自己的大腿，用疼痛逼自己清醒。这就是悬梁刺股里刺股的出处。他这样苦读了整整1年，把姜太公的兵法研究透了。然后他第2次出山，这一次他凭3寸不烂之舌游说6国，身配6国相印，成了那个时代权势最盛的人物之一。当他衣锦还乡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嫂子全部跪在路边，不敢抬头。苏秦看着跪在地上的嫂子，问了一句：嫂子，
你为什么之前那么冷淡，现在又这么恭敬？嫂子答：因为你现在地位高了，钱多了。苏秦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是整本智囊全集里最沉重的一句。他说，同样是我这个人，穷的时候父母不拿我当儿子，富贵了亲戚全都怕我。人活在世上，权势和钱财居然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啊！你读到这里什么感觉？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心里涌上来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有愤怒，有悲凉，有强烈的共鸣，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苏秦这句话不是在控诉他的家人，他是在陈述一个他用亲身经历验证过的无法反驳的事实。这个世界对你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手里有什么。这不公平，但这是真的。你可以愤怒，可以悲伤，可以觉得这世道太冰冷，太势利，但愤怒和悲伤不解决任何问题。苏秦的选择是承认这个现实，然后把这个现实当作燃料去改变自己的处境。他没有在穷困潦倒的时候花时间去谴责那些看不起他的人，他把所有的能量都用在了一件事上，让自己变强，然后他赢了。这是智囊全集里最朴素也最有穿透力的一种智慧。与其花时间抱怨世界不公平，不如花时间让自己强大到这个世界不得不给你一个公平。好，讲到这里，我们走过了智囊全集里几个最有分量的故事：晏子的认知降维，张世之的向上引导，赵普的核心资产变现，邓艾的赛道重构与功高不知收敛，冯婕妤的差异化破局，诸葛亮的战略克制，蔺相如的战略性忍耐，商鞅的信任建立与变革者的宿命，苏秦的绝地反击。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独立的认知模型，但如果你把它们叠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更宏大的真相。这个真相用一句话说，就是这个世界从来不是按公平运行的，它是按认知运行的。谁的认知层级更高，谁就能看见更多的可能性，做出更优的选择，最终走向更好的结果。这不是说认知高就一定赢，一定不会受苦。诸葛亮的认知够高了吧，依然抱憾而终。商鞅的认知够高了吧，依然五马分尸，但他们的故事被记了下来，在几千年之后依然被我们反复讲述，反复学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认知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的失败不是认知的失败，是时代的局限。而我们站在今天，有机会从他们的生命里萃取出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让自己活得更明白一寸，更清醒一寸，更有力量一寸。这就是读历史最大的意义。现在我想跟你聊一个更私人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你此刻面对的那些困境，那些让你焦虑的，让你迷茫的，让你深夜辗转难眠的东西，其实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人经历过了。你在职场上被排挤，苏秦经历过，你拼命努力却得不到认可；邓艾经历过，你想做一件正确的事却被巨大的阻力挡住；商鞅经历过，你在一个极度内卷的环境里找不到突破口；冯婕妤经历过，你有能力有才华，却因为没背景没资源被困在一个小圈子里出不来；蔺相如经历过。这些人他们挣扎过，他们痛苦过，有人赢了，有人输了，有人赢了之后又输了，
但他们留下来的东西，那些在极端压力下被反复锤炼、反复验证的智慧，就收在《智囊全集》这本书里。它不是教你变坏的书，不是教你耍阴谋的书，它是教你看清楚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然后在这个规则里找到属于你的位置的书。我想在这里问你一个问题，一个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想一想的问题：你现在脑子里那套认知框架是什么时候装进去的？是你20岁的时候？是你父母灌输给你的？是学校教的？还是你在某一次重大挫败之后痛苦的自己重建起来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用一套很多年前建立的认知系统去应对一个每天都在巨变的世界，就像用一张10年前的老地图，在一个已经被推倒重建过的城市里导航，地图还在手里，你觉得很踏实，但你不知道，你按着它走的那条路早就不通了。智囊全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那些具体的故事和策略，它更大的价值在于它能帮你意识到你当前的认知框架里有哪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哪些你以为是真理的东西其实只是偏见，哪些你以为是软弱的东西其实是智慧，哪些你以为是聪明的东西其实是陷阱。更新认知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它意味着你必须承认自己过去的某些想法是错的，而承认自己错了是人类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但那些真正的强者，那些被智囊全集记录下来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愿意随时更新自己的认知。晏子愿意承认，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有时候就是那个看起来最不像办法的办法。张世之愿意承认，对抗上级的最好方式是从上级的利益出发。蔺相如愿意承认，回避有时候比正面刚更能赢得尊重。苏秦愿意承认，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不是他想要的那种，但他可以利用这个规则来达成自己的目标。这种认知的弹性，这种面对现实不僵化、不自欺的能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剧本里扮演着某一个角色，有时候你是那个穷困潦倒被所有人看不起的苏秦，有时候你是那个功高震主不知收敛的邓艾，有时候你是那个有才华却不知道怎么被看见的年轻人，有时候你是那个想推动改变却四面受敌的商鞅。读智囊全集就是在读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出来的不是你的脸，是你的认知，它让你看见你当下的处境跟历史上哪个人最像，他是怎么做的，结果是什么，然后你可以选择是重蹈他的覆辙，还是从他的经历里走出一条不同的路。这才是历史最实用的价值，不是让你背诵年份和事件，而是让你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答案。最后我想说一件事，冯梦龙编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他这一辈子仕途不顺，屡试不第，直到57岁才勉强做了个芝麻小官。他见过太多的人在这个世上挣扎拼搏，跌倒爬起，然后再跌倒，他把这一切都写进了书里。他不是在炫耀自己的见识，不是在居高临下的说教，他只是在记录那些在黑暗中依然努力找到缝隙的人，记录那些在绝境里依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人，记录那些用智慧跟命运掰手腕的人。这本书是他送给那个时代的礼物，也是送给所有时代的礼物，一份关于人类智慧最深沉、最诚恳的礼物。我用一句话结束今天的内容：
这句话是我读完《智囊全集》之后沉在心底最深处的一个感受。这个世界从来不缺聪明人，缺的是那种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保持清醒，依然看得见方向，依然选择往前走的人。读懂了这本书，你才算真正触摸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在无数绝境和险局中是怎么活下来的。那种智慧不是冰冷的算计，而是对人性最深的体察，对命运最清醒的认知，和对生命最坚韧的热爱。这本书值得你反复翻，反复想。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如果这期内容让你有哪怕一丁点的触动，请帮我点个赞，转发给你觉得需要听到这些话的朋友。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